国民党不要再存在媚美的态度了。台湾一直把它当成是卖方市场，美国说什么就什么，基本上就攻击性的武器啊，已经违反了817公报了，很可能大陆不同意，川普接受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党内这个昨天纪念联副主席针对所谓的军购问题提出一个我认为是比较激烈的言辞。当然他个人是说他相信韩院长绝对没有所谓的卖党求荣，但是呢他作为黄复兴的子弟，代表黄复兴发言，他觉得说如果有这样状况，他们会大义灭亲。据我所知，第一时间呢郑主席有马上致电给韩院长致意然后并且说明了整个状况，当下也有马上在中常会直播的时候，他当下马上就讲出来，理解到纪念年的心情，但是呢，也要去维护这个党内这个团结。有心人士已经蠢蠢欲动了啦，甚至党内的一些声音已经痛骂郑丽文是垃圾到这种程度我想这个实在是很糟糕，因为其实今天军购的事情是国际大问题的，给予台湾内部的一个巨大压力，大家更应该团结起来面对这件事，我想是更好。可是有不同的声音也可以理解，有激昂的情绪也可以理解。丽云一定是这样找到机会，哇，捡到枪了，在那边好像乐不可支。丽云自己发生过多少这种事情，不要在那边抓别人的小辫子。不过我觉得党内的话，不要借这个事情来弄事，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党内人如果还要在这里面借机不晓得为了什么目的要把这件事情他往里面撒盐的话，这些人我们要注意。国民党就是不缺这种什么大义灭亲这个都要有点战场性。我也不是说太苛责他，郑丽文主席的在临场跟事后的表现，展现出一个真正领导的风格啦，领导的气度跟领导的智慧。上纲到郑丽文，跟郑丽文我觉得这是无关的。另外，如果有人要在这里面做文章的话，党内的是有些党员是今天这个党，明天那个党，这种人我觉得不好。我觉得不好，我觉得不要再把这个事情弄下。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个人是非常支持嘉恩这个做法，合情合理，走遍天下有理走遍天下嘛。你说发价书是多少钱，我就给多少钱，这是应该的。编列预算基本上你不能只有一个数目没有项目，项目比数目还重要，数目是从项目而来的，你没有项目报一个数目，那是没有。不要说我们台湾的立法院不会通过，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意机关会通过这样的预算，通过以后就表示你们这些反对党连基本概念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就嘉恩这个想法，我是蛮支持的啦。那当然党员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也都尊重这个党的意见最后还是就是说大家行动的一个指标就够了。不同的意见绝对会有，如果一个党都只有一种声音，这个党也不健康。对，所以就是有多元的声音，大家都尊重嘛。为了这个军购包含你可以看到绿媒甚至有部分呢蓝营的频道媒体人这个机会呢，对于郑丽文主席的领导呢很不满。当然最终推出的版本是3500亿加 N 嘛。其实这件事情他们在内部讨论的时候，也有人来问我的想法，我也提供了这个想法，大家后来讨论好像大家也不约而同。所以我觉得最终这个版本其实是兼容并蓄的，这还是有人不满意，而且并且有一些谣言说什么没有事前沟通故意的跟个别蓝委跟主席之间有隔阂隔应那也看到赵少康出来痛批郑丽文老师你怎么看？因为国民党你太懂了，这到底是借机会斗争主席，真的在乎军购这件事？让我感觉是宁愿国民党把26年输掉，也要把郑丽文拉下来，这种感觉。国民党的传统就是他宁与外人不与家奴，他认为内斗反而比较重要，因为他认为说我内斗，我好歹是鸡手，我内斗赢了我鸡手嘛，我鸡手的话我进可攻退可守美国要谈事情会找他，那大陆要谈事情也找他，所以第一个就是国民党有这样的将纲文化一直存在，所以也不是独对郑丽文如此郑丽文因为他的党的资历比较浅又是民进党过来的，然后他的战功也不多，没有卓越的战功，所以难免就成为国民党里面那些老人所觊觎的对象，或者各地方的山头势力就没有把郑丽文放在眼里，他觉得郑丽文凭什么可以号令国民党。第二种呢，就是国民党基本上拥有
非常强烈的媚美的情节就是对看到美国就腿软。为什么？因为国民党长期的养美国人之鼻息嘛。对，你知道过去国民党一党独大，从大陆到台湾，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里面，你认为如果没有后来太平洋战争美国的介入，美国给国民党很多的援助，你认为国民党最后能够反败为胜，把日本鬼子打败吗？美国帮助台湾做农村的振兴，让台湾的农业稳下来，对，那自自然然的台湾的经济，后来蒋经国接棒以后，台湾的10大建设、经济的起飞、亚洲4小龙，这个是，所以美国对台湾还是有贡献的啦。所以郑丽文才会讲出那句话嘛，他说美国曾经是台湾的恩人，就是这句话，所以就产生了这样的观念嘛。长期以来就变成顺服于美国，是所谓的常道，是所谓的正道。可是后来在1979年之后，大陆改革开放崛起啦，那崛起了以后，两岸开始有了互动，有了交流，慢慢的在国民党的内部就产生了亲中派跟亲美派之间的冲突。那亲美派与亲中派的角力，一直到现在仍然是国民党里面内斗的重点。这样的一种国民党的传统的酱缸文化，跟国民党内部所存在的很多人，例如说像朱立伦啦、赵少康啦、郝龙斌啦。事实上 ，AIT 都有透过古立言或者他底下的副处长跟他们喝过咖啡，都有所互动了。朱立伦才会透过林涛提了一个案子，提到了9000亿嘛。然后呢，徐小新也提了个案子是8100亿嘛。郑丽文所提的案子，其实跟黄国昌提的案子异曲同工因为黄国昌跟郑丽文有个共同的意见，就是说1.25兆里面分3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明确的军购，美国已经有品类。第二种是商购，透过民间购买的。那发生了这么多的弊案，对这一部分争议极大。那争议极大，黄国昌的方法是在3500亿的上面定个4000亿的上限。那郑丽文国民党智库的方法就变成3500亿加 N。其实赵少康后来也提出折中版本，我认为意思也差不多。他认为就是3500亿，那要再增加，就必须高出的部分先冻结，那冻结以后你要报告啊。那国民党若党团接受了，你才有办法编成预算嘛，就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可是后来因为川普又提出了有200亿美元，因为前面的3500亿，美国有发价单已经都出来了，它的就是111亿美元，第一波的军购里面有什么爱国者导弹啊，有海马式的火箭弹啊，这个 MQ9 的这个死神无人机啦，111亿美元，折台币是3500亿啊，对，3500亿嘛。就后来如果再加上了川普提到的200亿美元，加上以后，那就变成是8、9千亿嘛。所以才会有徐小新的案子的版本跟林涛就朱立伦的版本就这样来的啦。可是你后面增加的部分没有办法说服人啊，因为你没有东西是空白授权、空白支票啊。民进党蔡英文那一招很惯于搞这个东西。对，只在我做立委的时候，特别预算里面也有 SARS 的费用，也有水利建设的费用，也有前瞻计划，所以它有很多的东西都希望你空白授权。可是后来发现说不对耶，因为你空白授权以后，你就没有办法要求他、监督他。站在民众党跟国民党的看法，跟郑丽文国民党党中央跟智库的那个版本的看法其实是一致的。你今天有明确的部分，我们不要得罪美国，我们还是一样让你过，所以有3500亿的基数。那黄国昌列了一个伸缩的金额，3500亿到4000亿的中间有一个500亿的收空间，但是黄国昌里面有个特色，就是他要用零基预算的精神，我不能一口气都给你，8年都给你，我每一年审每一年的，这个叫零基预算嘛。
如果我零基预算，我今年编的，到了明年我发现做不成，那我就停掉了。共有220亿美元，我给了钱，美国没有给货。党中央版就是智库版，它的特色就是加了一个罚则嘛，2个民众党的黄国昌版本，也就是党中央版本，跟国民党的党中央智库版本，其实异曲同工啊。所以基本上，那至于朱立伦跟徐小新的那个8100亿跟9000亿，说实话很难说服人。应该要发挥安紧人民的荷包嘛。你在美国没有定之前，因为过去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其实有很多已经违反了817公报，它基本上就攻击性的武，很可能大陆不同意，川普接受了，那大陆不同意，川普接受了，那就等于不要买了。所以你是不是应该等川习会结束以后，整个武器采购的品类都定了，然后我们再来讨价还价吧。也就是说，国民党不要再存在那种媚美的态度了。所以基本上，台湾的军工产业要发生什么？这一次的军购案的定调非常的重要。台湾要有的武器，防卫的武器，如果美国不想卖，大陆不让他卖，那台湾就自己发展。所以你里面就涉及到很多的咩咩嘎嘎的物件啊，很多事情不要那么急，你太急的话，那卖方看在眼里，你当然变成卖方市场啊，一切由美国所主导掌握，美国要多少就多少，喊多少就多少，那不是成为台湾是冤大头是矮子吗？还可以不交货，你总得把过去没有交货的部分做个交代。对国民党版党中央的这个版本，我认为处罚条款很好，可是呢，后来因为党团里面某些人可能挟美国之命施压的结果，所以要列在附带决议，强制性都减弱了，变成只能够建议国防部跟美国谈的时候，是不是考虑到处罚条款的问题？现在讨论什么亲中亲美都太 low 了。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说这个降纲其实它是多层次的？可是其实老百姓要的是什么？是人民万岁，是人民价值，以人民为本。今天老百姓讲白了，为什么对军购疑虑嘛？其实我觉得军购还有一个原因美国把自己的信任度玩破产，就我觉得就是这样。台湾人又不是不看新闻，台湾有疑美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哪个政党能够吹得起风或带得起这个浪。你美国自己把自己的信用玩破产，今天不是只有台湾人不信任美国，他们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不信任美国。这个是谁的问题？这是美国自己。那相对来讲，这次伊朗也一样，俄乌战争也是一样，这么多地方都一模一样，反复的发生，出尔反尔，来来回回，这种所谓的人家没有办法去相信你一言九鼎，所以国内的浪潮才会觉得说，大到国际的治理，小到军购的买卖、军事设备的买卖，我现在大国国际环境，台湾人管不了。拿我的纳税钱跟你买东西，总该我管得了了吧？这是台湾老百姓的心声，所以才会给国民党底气。民党现在逼得台湾人相信美国，我就觉得很可笑。你就要勒索费，你也得一点说法，你也要拿出诚意。是什么样的力量撑着郑主席？老百姓为什么停这件事？因为7000亿没交货，所以呢，要开始启动交货程序，我们就看他今年会不会交。然后再看我们的海鲲号，日本的这个春日级还是什么级的，只要它1/3价钱。这个政府打着台独的招牌，都私下不知道干了多少这些像这种要钱拿不到武器也要钱，然后1艘都还没有成功就要编6艘7艘的预算，这种作为是什么嘛？这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对，拿老百姓的钱干嘛？打着一个招牌在里面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台湾真的蛮悲哀的，有这样的政府真的很悲哀。国民党害这么惨是有原因的，这些什么大佬、中佬、小佬的，我跟你讲，把国民党搞成今天这个，要不是郑丽文出来然后凭他一己之力获得这么多党员同志的支持那些什么大佬、中佬、小佬应该自己要知所节制了，不要在那边某大佬、天天这些，我觉得这个国民党此风可以质疑我觉得国民党正在越来越走得好，而且你看6月份郑丽文去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成功，那就是一步一步就往下走，坚定的往前迈。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个跟郑丽文无关，可是问题为什么被扯上郑丽文，就是绿色媒体如果还有一些我们党内的还跟绿色媒体同一个鼻孔出气的话，那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害啦，也是只有暴露出他们的这些真面目出来，对郑丽文没有什么伤害。第一个安全能不能达到？如果今天我们检视了半天，你很多东西没有交货，甚至于因为伊朗中东战争，许多的货都调到伊朗去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2030吗？2032吗？不知道。安全
尊严，我们必须要有尊严。对美这些军购案，我们是要站在平等跟尊严之下，大家来谈。最后是民众的福祉，到底我们能不能帮台湾人看紧荷包，能不能让台湾人钱花在刀口上？这是我们在野党的责任。1.25兆，我们必须要很多的质疑跟保留。黄国昌主席去一趟美国回来也讲了，美方真正要的是多少，我们真正跟美方谈的是多少，当时是黑箱。在这个情况之下，没有人会觉得说我们要把资源花很多钱在军事上，所以根源还是在两岸问题。赖清德没有能力处理两岸问题，把责任推给台湾民众，叫台湾民众自己的这个老本掏出来去买这些军火。那请问国民党跟民众党没有义务、没有这个责任要帮民众看紧荷包吗？美国朋友可能认为说有误解啊，民进党误导，以为我们不要军购，所以沟通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落差，所以才会有这些看法，根基在绝大多数的台湾的民众的心里。所以事过境迁，最新民调展现了对国民党、民众党在军购立场上的支持，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个底气。3800亿加 N， 那个 N 如果最后我们过的话，通过加起来也是8100亿左右。现在就只是说在程序上面到底谁的讲法会更有道理，或者是谁的讲法会相对来说在程序上面会更快速，就这样子而已。其实对于金额的部分，我觉得国民党内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分歧，看的不是3800亿，要看的是加 N。我想这关键就是说，现在有一个说法，所以郑丽文完蛋了，会被降规格。不会啦，美国事实上的话，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去的不多啊，就是说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去过。那最主要啦，国会的部分基本上就看你平常你们跟美国国会的关系有没有在做，很容易啊。美国众议员就435个，参议员100个，加起来就535个，还有一些这些众议员以外的，也就是说什么关岛啊、什么波多黎各啊这些属地的这代表也有啊。那要找起来真的是国会那个地方不难，行政部门就是你的党主席看他用什么规格看。那马英九以前去他做候选人的时候，他去的时候，那时候是美国副国务卿，私底下见了一面，然后闭门会议不告诉外面。郑丽文他用党主席身份的话，以过去的规格到那个总统候选人的高度了。那所以他基本上他是一个政治之行的话，基本上就看他在智库的演讲的内容，然后还有一些。如果有行政部门官员的话，那是什么一个层级的？那是不是只跟 AIT 的官员见面？因为现在华府的状况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川普说实话，连国安会的人都裁掉一半啊。过去国安会还有一个主管台海两岸事务的一个 Senior Director， 那过去还有一个，现在可能都没了。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现在这个美国的对外事务是川普个人一把抓，所以过去的成立都不足法，没有潜力可法。那国会的部分的话，很好交代了啊，所以我觉得大概就这样，就是说郑丽文在那边讲的话蛮重要的，你还是要顾及你在大陆讲了什么。到美国不要吗？双方有一些轩格之处，他还是要一以贯之。他有他的论述啦，就是说两岸这个关系的改善啊，对于促进印太的和平，甚至世界的和平，甚至对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关系都会有关，都会有帮助。这个论述，我想应该是他的主轴吧。也不必讲什么我们什么亲美的，这个分没必要。他也不是总统，你当总统的话就会逼着讲亲美友日什么的哈。对，然后什么绝对不搞台独啊，这都是美国当你长到实际行政权力的时候，他会给你压力的。政党主席他们不会给你太多的压力。其实这个一点都不难解，很简单，就是说去大陆访问，所有的这个说法都符合美国的一中政策原则，事实也是啊，因为这个去之前就讲，但是我觉得这是有些人看不懂，不是看不懂啦，借着所谓的选边路线来进行政治斗争，就国民党的政治斗争就是这样玩，那所以才会出现什么郑主席垃圾到极致这样的说法，这非常的荒谬。我们必须承认，因为3次的总统大选败选，本党同志对中国国民党的路线啊，或者是政策产生了一些怀疑，这个其实是正常，因为他们觉得说，我现在选上立委了，可是我也不确定下一次选能不能选得上，我也不知道国民党能不能执政，所以在重大政策的十字路口，当然会显得彷徨。但是郑丽文主席是一个方向感非常明确、意志非常坚定、路线非常清晰的一个领导者。其实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领导者，国民党在抓重大议题的方向，我们确实是比过去还要明确。你说3800亿加 N， 最后党团讨论定调，也没有什么杂音嘛。我讲的是说，定调前杂音很多，我知道，但是必须承认，大家都是关心嘛，大家都是担心，大家都是为了党好。但是定调之后，发现其实民意是支持的。郑主席在中常会有跟大家宣布说，最新的民调 BBS 的民调，我们国民党的政党支持度跟民进党是平分秋色。你看，民进党是执政党，占尽所有的资源、媒体、网络，还有所谓的广告，甚至还有一大堆不知道有没有付费的侧翼，我不知道了，因为有些可能有制度性行销嘛，有些侧翼或者是媒体人、学者、专家、爪牙
打洗地仔一大堆，这样搞下去，国民党还可以跟他政党支持度平分秋色，加上民众党26%。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我们军购的议题要请美国的军火商不断的上节目去讲？这个是我最大的纳闷的是，我们不是应该找真正的专家学者，站在台湾的利益、台湾的立场上，专家学者，我们不分蓝绿嘛，只要你有为了台湾的利益，为了台湾人的钱包着想，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军购应该怎么，不是找一堆军火商来护航。为是，真的是完全不能理解。所以今天回到历史课纲的问题，我们要更坚定信念，更坚定立场。我们的使命就是守护中华民国，绝对不能让中华民国被出卖。台积电已经几乎被卖掉了，我们现在老百姓的荷包还要被卖掉吗？第二个，我们要求守护台湾的安全，而不是把台湾的安全随便的交在军火商的手里。这个其实我觉得 TVBS 最新民调给了我们很坚实的一个支持。这样做，我们是得到民众支持的，而且那个民调还有显示，国民党立委的表现比民进党立委表现还好，那就是说明一切了嘛。我要再讲一次，当一个政党有这么多资源，铺天盖地的运用它的什么广告啦、媒体啦、党营的这些相关的资源，还有免费的跟拿钱的这些洗地仔，铺天盖地的之下，他们政党的支持度也没有办法赢国民党，立委的表现也没有办法赢国民党，证明了公道自在人心了。